难度简直就是一个疯狂的挑战。现在何崇发加油！没办法，没办法。观察行进中的人影，找出对应的真人。他们还换衣服啊！太过分了吧！现在这样几乎不可能了。我要挑战的是在有障碍遮挡的情况下远距离精确狙击。你今天状态很好，我要释放一些烟雾弹。砥砺前行，自强不息，挑战不可能。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大型励志挑战节目《挑战不可能》第3季。真正的挑战从来都不只是对极限的突破，在真正的挑战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人性的伟大和光辉。所以在这个舞台上，每一个挑战者展现出来的对平凡的超越，对生命极致的挑战，都值得我们去为他们喝彩和欢呼。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就让我们一起在挑战不可能的第3季，见证更多生命极限的突破。锐意前行，皆由我定。挑战不可能由全方位领先7座 SUV 长安福特2018款锐界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海尔成套智慧家电挑战不可能家的新可能赞助播出。挑战不可能，年轻醒着拼，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感谢本节目指定饮品东鹏特饮大力支持。本节目由黄金珠宝国民品牌金一提供赞助，有喜事选金一。本节目互动奖品由精选海拔3000米有机青稞酿造的天有德青稞酒赞助。打开微信摇一摇，积攒挑战勋章，就有机会获得惊喜大奖。掌声有请挑战者。哇，哎，这有字哎，说什么？这什么？世界第1航模飞行员，哎，难道是他吗？董卿老师，何聪发又来了，又是他来了吗？叫他出来，他是世界第一啊！掌声请出世界何第一，葱花。葱花的。对呀，因为他是广东人呐。哦，哇，葱花，葱花。你又来了，对呀。哇！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叫何聪发，来自广东珠海。咦，好多了。哎，去年来还说我叫何葱花，葱花好吃。今年知道叫何葱发了。没有了。大家好，我叫何聪发。何聪发，中国航模王牌飞行员。这是谁给你的称号？大家公认的吧？啊！太嚣张了。这年轻人绝对要谦虚。虽然你的技术很好，但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何成发 ，OK。去年不是跟你讲，做人要谦虚一点，对啊，做人要低调一点。对啊，现在怎么讲变成世界了？世界第1航模飞行员，而且连之一都没有了，没有了。李昌钰老师，你误会我啦，我是很谦虚的啦。你看，这才是我的飞机，这里还是贴着中国王牌航模飞行员，重要是之一还在哦。之一还在。那这个呢？这个是这个其实是我朋友飞的，是的。哇，他那个技术很棒啊！哦，刚刚的那个也不是太棒了。刚刚那个也不是太棒的，很棒啦！我和他在世界锦标赛上面已经很熟悉了，碰到过很多次了，对，所以他不会吓到我。对不起啊，何聪发，交过手，请问他排名第几？你排名第几？他是今年2017年世界锦标赛的冠军。你呢？我是今年已经飞到了第15名了。
哎呀，已经有进步了，我前年才23呢。对呀，23进步到15名，8个名次哎，很优秀，对不对？这样，掌声请出世界第一航模飞行员出场。多纳塔斯，2017年 F3P 世界锦标赛飞行音乐剧世界冠军，立陶宛航模国家队队长。哇，哇，哎，这人走出来就有那个世界第就很一的气势像啊！飞行员的感觉。对。你好。 Hello, my name is Donatas Paužuolis. I'm 23 years old athlete from Europe, Lithuania. 你看人家一介绍自己的底气，人家真的不用加之一。OK， 好吧，我谦虚一点嘛。谦虚一点。但是今天既然来了要挑战，我觉得也不能过分谦虚。那我们就一起合作，给大家表演一段我们的音乐特技飞行表演。好。 OK。 哎呦，哇，这歌又选对了。好，第15名现在在空中盘旋。哇，双人花式飞行，双人花式飞行。现在，哎呀，两架飞机开始了追逐模式。我们后面咬着条彩带，谁能把对方的彩带咬下来就赢。我的天！脚下撞不到你的。我想多了是吧？哦，这个是真的开始要斗气啊！碰到了，开始要斗气啊！碰到了。哇，两架飞机翅膀上高飞，你把我的头都剃了。哎，这很容易撞。哎呀！哎呀！哎，这打平，还没咬到。何葱花是不是因为你比不过别人，就把他给撞下来，然后说打平？你故意撞他的，要不再来一场续战？好，我再问一下，这一个是谁飞机上的？这个我一边的机翼断掉了，但是没关系，我们玩过一边机翼飞，所以我可能要一边机翼跟他比了。他一边机翼断掉还能比？折翼再飞。来，两位做好准备，第2轮开始。哇，真的何葱花还能飞哎！小掉了一截，哇！哎呀，吓死我了！现在多纳塔斯反超，怎么搞的？挑战者在根本看不见航模的状态下进行操控，并且要通过仅比航模宽10几厘米的狭窄且气流不稳定的通道，这真的是在挑战不可能。第4关的难度完全超乎了我们2人的想象，因为我把飞机飞进那个管道的时候，因为螺旋桨的气流会在里面形成乱流，结果飞机在里面非常的不稳定，而且我们还要去打破气球，而且还要通过一个看不见的区域，那才是最难的地方。现在何葱花啊，何葱花加油！我也出不去了，加油，何葱花！没办法。哦，多纳塔斯，加油，何葱花！哎，这如果你还能够用遥控器解决这个问题，赶紧加油！哎，用瓶子可不可以？用瓶子。我怕把他飞机打烂。不怕，你尝试一下。哎，下来了！下来算吗？不算了。要从头是吧？他要从头。那我能拿得到他吗？问题是，我来帮你拿。哎，对。小萨不高兴了。
哎，做人要有点气度，好不好？漂亮。行，小撒，高有高的好，你小有小的妙，对不对？你看你多妙啊，就坐那儿。伤自尊了。两个人又重新回到了起点。好。哇，我们越来越快。孙杨，小心点，你先让开给他，你先让开给他。哇！孙杨，你得让一下。进入了基本上 PK。相持不下，哎，出发不要着急，他又掉了下来。你这会儿稳住，稳住你就胜了，稳住，稳住。不要着急，这个地方很容易会被打到。最后这关，挑战者需要在十分巧妙的时刻，直立并侧飞过旋转的大风车障碍，精准和快速通过，不容许有丝毫闪失，否则就有被拦腰斩断的危险。此关模拟的是现实极其复杂并且十分危急情况下，飞机动力不足而被迫下降时，如何通过顶级的操控手法来躲避危险，从而化险为夷。这个地方很容易会被打到，这个速度太快了，太快了。螺旋桨掉了，我是换一个螺旋桨。尽管何聪发艰难闯过了直角通道，但是却没有一鼓作气通过最后一关。两位挑战者再次一同回到了起点，重新开始挑战。而此时他们使用的航模，在不断的失败、碰壁、坠落的过程中，已经变得伤痕累累，操作也变得更加困难。而且，电池的电量也将逐渐耗尽，他们还能挑战成功吗？加油啊！加油啊！出发。你今天如果挑战成功，我帮你丢1年的垃圾。没限制次数。哇，这都没挂上。好，多纳塔斯的飞机也出了一点问题，他现在刚刚调整好。我发现多纳塔斯有一个小的细节，他每次起飞前都会亲吻他的遥控器。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哦，多纳塔斯的飞机又一次落在了地上。啊，这回不会过不去了吧？多纳塔斯的飞机在挑战过程中多次受损，无法再继续进行挑战。他的2架飞机已经全部损毁，只能无奈地终止挑战。剩下何聪发一个人还在坚持。It's very difficult。多纳塔斯。真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中外联合飞行队。不要着急。不要着急。不要着急。OK。现在2个世界高手。在共同攻克一个难题。OK， Go ahead, go. 哇！Yeah, I understand. No problem， 没事没事。孙杨老师能帮我接住吗？
OK。哇，好难啊！哇，精彩精彩精彩 Good job。何聪发挑战成功。葱花，你从去年到今年，除了排名上从23名上升到了15名之外，这一年你还做了些什么？我自己做了很多模型的产品啊，而且开了一些模型的培训班。你还开了航模的培训班？对。你带多少学生啊？现在？带了40-50个学生而已。哦，挺多的了，40-50个学生。那你这个班里边有没有比你更好的？青出于蓝胜于蓝的？现在还没发现，但是以后一定会有比我更好的。那你们带的学生里边成绩最好的是谁呀？我弟弟，去年我拿了全国锦标赛冠军，我弟弟拿了第2名。哎呦，他也是受你的影响，所以爱上了这个航模，是吗？是的，一开始只是为了来帮忙，一起去飞飞机。但是后来他飞得多了，他自己也喜欢上，现在他自己会去飞了。那么葱花，我还听说你是不是做了军用的无人机，然后和我们的航空事业有着怎样的关联？也有，我做了一些很多的工业级的无人机，军用的无人机也有。其实我们的飞机跟大的飞机或者无人机，其实全部都一样的。其实无人机也是在我们航模的基础上改一改，然后装上了无人机专用的那些电子设备，它就成无人机了。也是为我们的中国的军事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有什么特殊的原因让你跟遥控飞机结缘的？我从小就生活在珠海机场，从小就看着飞机在天上飞来飞去，好像很自然的就喜欢上飞机。这么多年10几年过来，就从小就喜欢。这是他的梦想。非常好。其实我们今天从他们2位身上看到了更多的是友谊，完全没有看到有2个人在比拼。对，我自己也是做运动员出身的，然后你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来挑战，我觉得，非常感同身受。对于运动员来说，比赛的机会只有1次，你中断了以后不会再给你第2次。我们比赛中没有重新来过这么一说，所以说希望你回去以后把每一个细节再做得更好，因为细节决定成败。把各方面都做到极致完美的时候，我相信你回到这个舞台的时候，又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所以我今天只能给你不能通过，抱歉。没关系。我觉得葱花的这个热情，他的乐观，他的开朗，我觉得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状态。我对于你的个性予以正面的肯定，加油！谢谢，谢谢。我的决定是不通过。每个年轻人都有梦想，你从小小的嗜好变成你大的梦想，发展这个航模，给我们祖国带到这么高的境界，这方面你成功了。但是你今天的表现，我觉得没有去年的水准，因为他指点你怎么飞过去。就像你说的，进不进这个荣誉殿堂，对你们来讲不是一个终极目标，终极目标是在自己所热爱的航模的这个领域能够取得更高的成绩。所以也希望你能够一如既往，不要在意今天的最后的结果，依然是一个用笑容来面对所有挑战的人。加油，葱花！谢谢董卿老师。葱花，今天可能我们没有给你通过，就希望你还是不要有介意。哦，没问题。因为我也失败过，那种感觉非常难受，而且特别难熬。我记得我去年在里约的时候，因为脚骨折，然后第一天400字输了0.15的时候，那一个晚上非常难熬。我到了早上5点钟才睡着。所以说，我觉得困难挫折并不可怕，我就回去继续总结。希望你明年有
更高的难度来征服我们在座的评委和观众。好的，谢谢。我们再次掌声送给何聪发和来自立陶宛的多纳塔斯，谢谢2位，谢谢。怀着对航模的热爱，何聪发凭借自身的不懈努力，成为了亚洲航模飞行第1人。在短短2年时间里，他在世界大赛里的排名从23位提升到了15位。我们祝愿何聪发能够在未来，在世界大赛的舞台上取得更加耀眼的成绩。拿出手机摇一摇，参与节目互动，积攒挑战勋章，一大波奖品等你来拿。本节目互动奖品由精选海拔3000米有机青稞酿造的天佑德青稞酒赞助。打开微信摇一摇，积攒挑战勋章，就有机会获得惊喜大奖。在我们挑战不可能的舞台上，有一类挑战项目，可以说给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一类挑战项目就是找人。那么今天我们要再一次隆重地为大家带来一个挑战项目，同样是找人，但是方式又不一样了。究竟是什么方式？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你好，欢迎来到挑战不可能。来，大家好，我叫姚刚，今年27岁，是来自湖北省沙洋汉津监狱的一名基层民警。哦，一名监狱民警。我能问一下姚警官，你的主要在监狱警察当中是负责什么样的一个岗位吗？在监狱管理当中，我们主要的内容是管理和教育罪犯，而我是一名管教民警。那你今天的挑战的项目，跟你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呢？我今天挑战的项目是通过观察行进中的人影来找出对应的真人。啊？行进中的人影，人影，人影，人影。对。也就是说，我在走着，我的影子打在墙上，你不用看见我，你看我墙上的影子，你就知道是谁来了。对的。很难以相信啊！但是姚警官，你为什么要训练你的这样一个能力呢？因为你毕竟只是监狱民警，你不是说我是刑侦警察。这项技能本身也是属于一些老民警通过平时的工作当中提炼出来的。特别是有的罪犯，他可能在有意无意的观看围墙，那我们就要知道这名罪犯他是谁，才能判断他是要脱逃还是思考其他的问题。对。我觉得又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挑战项目。不可思议。我就有过这样的经历，拍自己的影子，而且还是那种大长腿的影子，对，长长的、修长的，然后我就拍下来，自己都认不出那个是我，完全不知道，对，这怎么可能看得出来呢？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见证这样一个不可能的挑战。有请挑战者进入挑战位，做准备。我们要给挑战者先戴上耳机和眼罩。从现在起，我们要隔绝杨警官对现场信息的获取途径。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我们的30位特别挑战助理出场。这两个的腿可以区分开来，身高、体型非常相近，衣着和妆发也完全统一，并且经受过专业训练的模特，所以他们走路的步态和体态都是有非常清晰的专业训练的痕迹。我想他们的腿，大概看他的腿的出瘦，只有这个区别嘛。对，但他们太细了，看不出来。他看得出来，这几个我都看得出来。现在4位评委能从他们走的过程中大概的捕捉到一些特征吗？他的那个腿的粗细，走路的姿势是不一样的，姿势有一些不同，小腿的粗细，同时她裙子啊，她的膝盖的距离裙子的高低，腿的长短。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挑战助理把30个号码牌交给我们的4位评委，4位评委就跟洗牌一样，对，把号码翻过来，然后背朝上把号码牌打乱。要不要交换一下？交换一下。交换一下。乱了。可以了吧？够乱了。够乱。够乱了。够乱了。好，然后随机把这30个号码牌发给我们的30位特别的挑战助理，请我们的30位挑战助理将每个人自己的号码贴在腰部，便于我们现场的观众和评委能够看到这个号码。这个号码已经被随机打乱了，所以现在他们的站位是完全随机的。但是稍后在通过我们的幕布的时候，他们会按照号码的顺序通过。这个顺序将是我们的挑战者唯一一次记忆的机会。接下来有请我们的30位挑战助理到场侧就位。与此同时，继续上道具。现在我们现场已经做好了挑战的最后的准备，我们一块巨大的幕布矗立在舞台的中间，但是这个幕布大家注意，来，我们后面请把光打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对幕布又做了一个难度的提升。其实杨警官稍后要看到的人影，并不是完整的人影，我们中间做了遮挡。他看到的只是人的身体的局部信息。等我1秒。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俊俏的身影，看到没有？其实你们能够采集到的信息，只有其中一部分。撒老师，那我去的话，连头都没了。这位叫孙杨的评委，你是不放过任何一个踩死我的机会吗？这能看得出是我吗？根本看不出。所以这个我只是告诉大家这个挑战难度。你看，如果真是孙杨的话，你们能看出来这是个人吗？这连人形都看不出来，所以这很难很难。我们可想而知，挑战者将要面对的挑战难度有多大。那么接下来，我们请挑战助理可以为我们摘去挑战者的耳机和眼罩，带挑战者回到我们的场中。我们也让姚警官适应一下现场的光线。刚才一直在黑暗当中，看到我们后面的这个挑战背景了吧？看到了。这就是稍后你的屏幕，你的取景器就在这儿，你要从这个里面获取你挑战要用到的信息。请听挑战规则：评委随机对30名模特进行编号，这个已经完成了，我们已经编好号了。而模特呢，将按照编号的顺序，从1到30号，依次走过我们的幕布。挑战者将对模特投在幕布上的剪影进行观察。观察结束以后，4位评委将每人抽取一个随机的号码，您将通过您对30个影子的记忆，找到这4个号码的影子的主人。我要强调的是，首先，您只有1次挑战机会；第二，您必须4个人全部找对，才算挑战成功，哪怕错1个，挑战都会是失败的。哇，明白了吗，姚警官？明白了。您做好准备了吗？准备好了。请挑战者移步挑战区。看到这个遮挡给我增加了难度，它给我的信息特别少。加油！您准备好之后可以示意。准备好了。我宣布，挑战开始。1号模特
看不见头。这是1号模特，咱们还停下来一下，给姚警官一个相对充分的观察时间。2号模特。走路的姿势还是对，我怎么觉得这还是1号模特呢？没有，他走路的姿势不一样。对。3号模特。3个都不同，大部分都看不到头啊，一个都看不到。对啊，他们都1.70米吧，应该。下巴还能看到一点下巴。4号模特。总算一个，而且这个时间也非常短哈，整个走过的过程大概20秒。你刚看2个，你还觉得你能分辨出来，但后来就觉得越来越多，越来越混淆了，就感觉过10个以后，不，我觉得5个以后就有点5个以后就不对就不行了。5号模特。而且关键停的姿势都一样。对，他们走路都是那种背挺得很直。就这样挺着，这太难了。到了5个以后就开始崩溃了，就觉得好像所有人都长得是一样的，这个确实还是挺难的。这个规则确实有点难，而且我自己也没有尝试过，因为我们平时观察的是罪犯，他们都是形色各异，差别呢比较大，但是这30个人都用一种姿势走过去，不仅需要一个观察力，而且需要记忆力。这次挑战呢是困难重重。12号模特。这个容易看出来，他走的时候这样跳出来的。啊，跳有点跳。13号模特。我刚开始还想听脚步他们声音，后来发现原来每个走的声音都是一样的。我觉得一个是下巴，可以看下巴和脖子的角度；另外一个可以看肩宽，我觉得。14号模特。而且小腿的粗细你也看不见，看出来，能看出来吗？这个腿，这个膝盖上下，膝盖头的高低。你看过了之后就觉得，哎，大同小异，你很快的就已经丧失了注意力，根本就是一个天方夜谭了。我们的30位挑战助理，他们会按照号码的顺序通过，这个顺序将是我们的挑战者唯一一次记忆的机会。20号模特。看一遍就能记住了，这怎么可能呢？这太难了。30个人，怎么记？顺序跟那个线条它怎么样组合？针对模特遮挡的部分，他给我的信息特别少，所以说在我观察的时候，我必须要把所有的人全部都观察到位，用排除的方式把一些重要的人把它留下来。这次挑战呢是困难重重。30号模特。疯了，看一遍就能记住了，这怎么可能呢？天方夜谭了。主持人，所有模特已展示完毕。谢谢，谢谢我们30位模特，也谢谢我们的挑战助理，非常的艰难。刚才我们所有人在跟您一起观察的时候，头2、3个我们大概还能分出来一点区别，到第4个、第5个，我们基本上就陷入一片糊涂。30个影子的特征现在要记在他脑海里，而且稍后还要给你们选的号码去对应，对应完了不说，还得把影子和人对应起来，一波三折。所以姚警官面对的挑战难度，我们大家都已经见识了。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进行挑战。姚警官，请回到备战区，稍事休息，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更换道具，而且要请30位模特在后台
再做准备，他们要对号码进行遮挡，并且对装束还要进行改变。 1号、2号、3号、9号、17号。30个人，怎么记？看不出来有太大的那么一个变化。看一遍就能记住了，这怎么可能呢？根本就是一个天方夜谭，乱了，懵了，会崩溃哦，疯了。 现场撤换道具和模特更换服装将会消耗一定的时间，这又给只观察了一次影子的挑战者增大了难度。挑战者还能清晰地记住这30个影子吗？现场的道具我们又一次恢复到之前的状态，而30位挑战助理也已经再次做好了准备。掌声，请他们回到台上，有请。哇！ 大概看他的腿的出售，这2个的腿可以区分开来，就有这个区别嘛。这几个我都看得出来。鉴于我们有一位叫李昌钰的评委，刚才提出他看腿，在这一次模特上台的时候特地改成长裙，也就是说再次遮挡住了他们的更多的身体的信息。哇！他们还换衣服啊？啊，真是的，我觉得简直是太过分了吧！ 刚才已经很困难了，难度更大。你现在这样几乎不可能了。30位模特重新换上长裙，将腰腿等重要特征部位全部遮挡，留给挑战者能够辨识的部位几乎全部消失。挑战者将如何面对这不可能的挑战？接下来我们要有请4位评委，每一位 都从1到30号当中随机选择一个号码作为题目，有请挑战助理将评委抽取的号码牌放置到对应的验证板上。我们有请挑战者姚警官回到我们的挑战区域，最难的部分来了。 现在，4位评委随机抽取了一个号码，找出这4个影子的主人是谁。你只有1次挑战机会。天哪！只有1次啊！只有1次挑战，只有1次，而且还是必须全部猜中才算是。必须全对。这太难了。 现在他用他的方法，开始在30个人当中寻找目标人。挑战开始，加油！加油！加油！3、5、18、30。 对于姚警官来讲，这个挑战也是他平时无法遇到的。这次挑战呢是困难重重。我们平时观察的很多都是男犯，相对于这30个模特来讲，我心里还是比较紧张的。我们也常常有一些照片做一些分析。 但是没有他这么不可思议。缺失的人影，唯一一次的记忆，长裙遮挡的模特，凭借极少的信息，挑战者能顺利完成挑战吗？3号、5号、18号、30号、13号。乱了，懵了，会崩溃哦。看不见头，停的姿势都一样。看一遍就能记住了，这怎么可能呢？都1米7。怎么觉得这还是1号模特呢？3号、5号、18号、30号模特。几乎不可能了。这位模特，请移步。
这位模特请移步。哎呦，挑一个了。这只是他的嫌疑目标之一，他可以反复挑选，直到最后他确认。可以更换。对，可以更换，不是说现在他选的人就必须确认是这个，他可以随时再换。这位模特请移步。这个我觉得比画像寻人、刻骨寻人要难，更难。我觉得难，他面部特征完全没有，就是个影子，而且是个侧影，而且就这么一晃而过，几秒钟的时间。管中窥豹。因为人数比较多，所以说在我观察的时候，我必须要把所有的人全部都观察到位，用排除的方式把一些重要的人把他留下来。里面有我们选的人吗？不知道。这位模特请移步。3、5、18、30。这位模特请移步。这位模特请移步。腿的粗细，走路的姿势走路的姿势有一些不同。的膝盖的长短，乱了，懵了，会崩溃哦。你请回。而且基本上他们正面的时候都是脖子以下。所以谁说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对姚警官来讲，这是一个看影子的时代。主持人，模特挑选完毕。主持人，模特挑选完毕。啊？模特挑选完毕。啊？感觉不可思议。通常，假如是我们要找，至少叫他走2、3次，再比较一下，他一下就给他挑出来了。他的速度太快了。我刚刚找了一个觉得很舒服的地方，准备长期抗战，对，准备长期这个打持久战了。结果您这么快，而且我本来想象中您可能会让他们走一走，因为刚才他们走路的姿态也是你关注的信息，所以不用连走都不用走了吗？对，这个不需要，这个不需要。我们刚刚猜了半天，你看这个走的姿态很特别。我们还在看脖子的长短、腿的粗细、下巴的姿态，是吧？啊，对。包括这个颈椎，我都观察过几个颈椎。我以为是看腿，这2个的腿可以区分开来。小腿的粗细，他的膝盖的长短，这个区别嘛。他的速度太快了。我再一次强调我们的挑战规则：您只有1次机会。如果现在您更换还来得及，您只有1次机会，而且必须4个人全部正确才算挑战成功。所以您确认现在我们要验证答案吗？确认。确认。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挑战助理将验证板移至台中。加油！加油！加油！在我们第1季的时候，董燕珍警官靠脚印寻人，在现场找了3个小时。3个多。3个多小时，您是创了一个寻人这个
类别的记录了。最快的。好，4位评委选择的号码分别在我们的台上，请您先把5号吧，5号吧。看到5号的时候，我心里还是比较紧张的，因为他的影子走得十分的大众化，特别拿不准。恰恰评委老师也是刚好选择了这个5号，所以看到这个数字，我心里还是比较紧张的。从孙杨评委选择的这个号码开始，您认为是哪一位？我脑海里一直在重复的思考这个5号模特的曲线，包括他的感觉到底是怎样的。5号模特，5号模特给人的感觉就是太平常了，十分的大众化。30个影子看了一遍，然后这当中又撤道具又换衣服，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我觉得那个影子早就消失了，在我的脑海里。从这边数第1位，从这边数第1位，第1位，请这位走到验证板旁边。我们有请这位模特儿将你的号码牌揭开。5号、21号、23号、29号。30个影子看了一遍，然后这当中又撤道具又换衣服，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我觉得那个影子早就消失了，在我的脑海里。只有1次挑战机会，特别拿不准，脑子要炸了。对吗？天哪！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的天！我们在验证李昌钰评委18号。从这边数目前的第1位模特儿。请我们的这位模特儿将你的号码牌揭开。在选择18号模特的时候呢，18号，我记得这位模特她的下巴与脖子之间的弧度非常有特点，并且她的脸颊下面一小部分可以作为我记忆的另外一个特点，所以在经过对比之后，我便十分确定这就是我要找的这位模特。对吗？太难了，刚才已经很困难了，你现在这样几乎不可能了。天哪！这简直，不可思议。还有2个目标人必须完全准确，错1个都不行。3号是哪位？靠我右手边的第1位。准确率要100%，目前已经对了2位。我们来看第3位模特儿的号码是
当我们30个年轻的姑娘穿着一样的衣服从那儿走出来的时候，我们都傻了。你就是给我看一遍这个姑娘，你在里边再找一下，我可能都会晕了。我们的30位挑战助理通过我们的幕布的时候，将是我们的挑战者唯一一次记忆的机会。哇！ 3个全对。3号模特给我的印象最深的便是她的脖子，她的脖子有些微微的向前倾。那么我就通过她影子中脖子的侧面以及转身后脖子正面的曲线来迅速找到了这名3号模特。最关键的时刻到了。哎，我都不敢想象，如果最后一个错了，得，那是我的错，我抽错号码。我们要求的是必须4个全部正确。最后一位，请上前。我要亲自来验证。30号，别动别动，我来。一个这么严肃、认真、紧张的时刻，神圣的时刻，我要亲自来验证。我们从各位开始，万一0，如果是10或者20都有可能。21号、28号、30号，只有一次挑战机会，脑子要炸了。您只有一次机会，而且必须4个人全部正确才算挑战。刚才已经很困难了，你现在这样，几乎不可能了。真是的，我觉得简直是，他是必须全部猜中才算是。必须全对。遮挡的隐私信息，随机的号码牌，挑战者只看过一次的短暂记忆。加上模特穿上长裙遮盖住腿部信息，这让原本就困难的隐私识人难上加难。挑战者已经成功找到了3位模特，离成功只有1步之遥的他，能顺利地完成这个困难重重的挑战吗？第一个数正确。天哪！第一个数正确。天哪！祝贺挑战者挑战成功！太厉害，李博士，这个就是你要网罗的人才啊！对呀，对不对？哇，太厉害，可怕了，太厉害！真的是难以想象的一次挑战，而且关键是完成的如此顺畅、迅速，出乎我们所有人的意料。我本来还以为今天我们30位模特会跟以前的这种寻人一样，会来来回回的要走，也会非常辛苦。没想到你们下班了。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30位挑战助理，谢谢你们的参与，谢谢。感谢各位，请长下休息，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挑战者。那么挑战成功了，但是今天荣誉殿堂是否为你敞开大门？答案在4位评委的手中，我会在荣誉殿堂等着你，祝你好运。我觉得我到现在这个心绪很难平静下来。我是觉得我先推了再问好。这个神乎其技了嘛？对呀，对不对？这个我先问问这个姚警官，你是看了什么，有这么完全准确的一个选择？根据线条的曲线，大致的一个方向，模特在走路，哪怕就几步，
它会有一些暴露出一些非常非常微小的动作。我选的是一个3号，它的最主要的是哪一个曲线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它的肩部属于比较圆润，哦，它的颈部与它的肋骨之间，在运动的时候有一些微小的动作。你从事预警多少年了？仅仅4年多。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超能力？有这个技术？这个，李博士你好，这个并不是说一种超能力，而是说在工作当中，出于工作的需要去慢慢去积累的。一方面是我们监狱民警在长期工作当中不断总结这个技能，另外一方面也是我自己去摸索，喜欢这方面的研究。你平常怎么练习？平常我们没有十分专业的练习，仅仅是说在监狱管理当中，有的时候看到罪犯，很想知道这名罪犯他是谁。另外上街的时候，都是看一下这个背影到底他人大概是长什么样子。这样工作已经融合到生活里了啊。那你的这项很特殊的技能，在你的工作当中发挥过作用吗？曾经有一位民警，他是在中午巡查的时候，发现了从一个监区的窗户里面扔出了一个纸团。当他看到的时候，那只手已经缩了进去，他便走过去捡起那个纸团看了一下，发现里面内容可能有群体性事件。因为这件事，监狱立即组织了专班，对这件事情进行专门的调查。我就想通过视频回放的方式来找到一些线索。当时视频里面仅仅只有一只手的影子，所以我仔细分析后，对所有罪犯进行比对，锁定了其中的一名罪犯。最终，这名罪犯承认了他的违纪事实，我们这个隐患得以排除。所以就是靠这个一只手的影子。对，仅仅是一只手，而且配合他的动作，还有动作。对，他的手的特点。那像平常我们刚刚都有讨论呢，灯光的强弱、远近、角度，这些会造成误差的部分，你都已经计算进去了吗？对，根据局部来推测整体的结构。哇，他这个是自学式的啊。那父母现在已经能够接受你的这样的一种工作了哈？对，父母现在是能够接受我这样一种工作，并且我妻子在这方面十分支持我。哦，真的？那你今天这个挑战成功，是不是应该第一时间跟他来分享你的这样一种喜悦啊？这个可以吗？可以呀，可以啊。他在现场吗？我们没有吧？没来到现场吧？没有，因为家里小孩还才7个月，对，小孩宝宝才7个月，对，所以他现在在家里在家里带孩子，对。那我们可以请导演组连线嘛，对不对？哎，你听，喂，在连线，喂，你好，喂，你好，怎么称呼你啊？叫蒋银娟。哦，小娟，好。你也跟人家挺熟的。小娟，你好，我是董卿，我们现在是在挑战不可能的现场，我们观众朋友用掌声跟他打个招呼，好不好？谢谢，董卿老师好。那小娟，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是一个医务工作者。医务工作。那你能理解他的工作吗？会不会担心？担心肯定是有的，因为毕竟他进去工作之后是不能与外界联系的。像我刚生宝宝的时候是半夜去了医院，根本都联系不到他的人。然后对于家庭来说，他也是平常工作都比较忙，然后在家的时间也比较少。但是对家庭、对父母来说，对父母是特别的孝顺，然后对我，应该是爱我的，对吧？对吧？是吗？是的。平常啊，这工作忙碌啊，然后这个男生呢，有时候又不懂得表达。现在是一个大好的机会，跟老婆讲讲心里的话啊。宝宝现在睡了没有？这就是他心里的话。他是心里话。7个月大的孩子啊，作为父亲来讲会很牵挂的，是不是很想他？对。叫什么名字？叫姚奕成。姚奕成。对。跟奕成说2句吗？奕成，我现在在挑战不可能的舞台上跟你讲话，这时候是我挑战不可能的第一时间，所以我希望以后在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你能为我而感到自豪。
老婆，借助这个舞台呢，我也就是因为一直以来你都是在背后默默支持我，并且在我工作的时候遇到了烦心事的时候，你也是积极的与我一起来调节我个人的情绪。可能我有很多做得不到的地方，毕竟说我面临的是这样一份工作，但是工作我是肯定要把它争取做到完美的。这一方面，希望你能够理解。另外，我想对你做出一个承诺，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想跟你一起白头到老。有人曾经说，监狱民警啊是人的特殊的灵魂工程师，因为他需要去改造一些被扭曲的灵魂，让那些误入歧途的人能够迷途知返。姚警官就在做着这样的一份工作，所以你成为了一些人群的引领者，你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稳定的一道屏障。所以很感谢你今天能够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对于你能否进入今天的荣誉殿堂，我们的决定是能。谢谢。我们有请姚警官进入今天的荣誉殿堂。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技能，把一个个走向歧途的罪犯，改造成一个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让他们逐渐融入到这个社会。我觉得这就是最有成就的事儿。拿出手机摇一摇，参与节目互动，积攒挑战勋章，一大波奖品等你来拿。本节目互动奖品由精选海拔3000米有机青稞酿造的天佑德青稞酒赞助。打开微信摇一摇，积攒挑战勋章，就有机会获得惊喜大奖。在一些重大的会议和重要的国事活动里，有这样一支精锐力量。这支精锐力量既可以说是最尖锐的矛，也可以说是最坚实的盾。无论是参加什么样的任务，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保障绝对的安全和零失误。他们就是武装警察特种作战部队。那么接下来，我们的这位挑战者就是一位武警特警战士，掌声有请。你好，主持人好，欢迎来到《挑战不可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叫郭子睿，今年22岁，来自猎鹰突击队女子特警队，濒临4年，现任1分队1班班长。女特警队员，我们平时可能了解的不多，但是他们的训练应该也是非常艰苦吧？是。你们平时都练些什么呢？和男队员一样，也会接触搏击、射击、攀登、障碍等一切所需要训练的科目。这样，我们邀请台上的3位男评委一起来感受一下，好不好？好的。来，掌声有请3位都来。这样让3位感受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呢？感受一下我们这个端枪训练吧。上枪！95-1式步枪橡胶模型，它1比1还原了真枪的重量和尺寸，这也是武警部队平时训练经常使用的枪型。这个枪还挺沉的，很重的。所以接下来呢？现在我们可以练习一下我平时在狙枪的时候的一个垒弹壳的一个游戏。这是空炮弹吧？弹壳。这是弹壳，这是弹壳。那接下来孙杨。好。然后重心往前压。重心往前压。孙杨，你让我从侧面给你拍张照片好吗？哎呀，屁股不要撅得太狠。你的曲线实在是太曼妙了。孙杨，哎呦，还可以，蛮不错的。孙杨，快撤退！
如果是你的话，你的训练强度能达到一个什么级别？ 3个蛋壳吧。3个蛋壳，3个，对，3个蛋壳摞着放啊？是啊，哇！我想请我的排长协助我放置一下这个蛋壳。排长也来了，排长也来了。排长好，排长好，排长好。排长帮着我们的挑战者一块儿，让他给我们展示一下我们真正猎鹰特战队的真功夫。好的。哇，厉害厉害！我要告诉大家，这真的不是他们今天在现场给我们展示的项目，这就是他们的日常。平时每天，甭管是3伏天、3、9天，都在默默的刻苦训练。谢谢你们，谢谢排长，谢谢排长。3位评委可以先回到座位上，我们也请排长稍事休息。今天我们的挑战者郭子睿来到我们的现场，究竟是要挑战一个怎样不可能的项目呢？由于这个项目和他的专长射击有关，而在我们的现场我们无法完成挑战，所以我们把挑战安排在了专业场地，我们一起去现场见证子睿的挑战。小蔡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来到了猎鹰突击队的训练场，这里就是挑战者将要挑战的地方。我所在的位置是一个高楼的楼顶，这里距离地面大约是23米。看到了吗？远方有一个灰色的白板，那里就是挑战者今天的目标，距离我所在的位置350米。有人在叫枪，但是人在哪儿呢？刚才响亮的枪声是从楼顶的狙击点激发的，那么你可以从镜头中发现狙击手吗？来，郭班长，请现身。太帅了！我是猎鹰突击队女子特遣队1分队1班班长郭子睿。啊，郭班长，这把枪跟刚才我们在演播室看的好像有点不大一样。是的，有什么不一样？跟我们说说。我现在所使用的是7.62毫米国产高精度狙击步枪。最大的区别，首先第一个是它这个枪管是自由悬浮式的，再一个它加装了一个8到32倍可变倍率的一个瞄准镜，还有就是它用的弹是专用的狙击弹，精度会比普通的突击步枪会更高一些。虽然有这样精准的武器为伴，但是你知道你今天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挑战吗？我要挑战的是在有障碍遮挡的情况下远距离精确狙击。有障碍遮挡还必须要击中，那就叫盲狙。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看看他将要面对的究竟是什么。来。主持人你好。你好。主持人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主持人，这位就是我的教官李之宇，他曾经获得过2015年匈牙利军警狙击手锦标赛警察组小组冠军。那接下来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挑战规则。挑战规则：在距离狙击点350米远的地面上，有一面高4米、长15米的白布墙，随机在墙上设置5个点，在每个点的位置上摆放一个直径10公分的玻璃容器。挑战者需在距离目标350米远、23米高的狙击点观察，并在30秒内记住这5个点，然后用一块新的白布将目标物覆盖。选手在狙击点凭借空间记忆准确进行射击，5个点精准击中3个，即为挑战成功。主持人，
我们训练的目的是为了在任务中确保万无一失，所以说我希望把标准定为5中5。哇，5中5，太厉害了！我5中5是挑战不可能，还是这事儿根本就不可能？挑战不可能。你是他的师傅，是的。如果让你来完成这项任务，你的成功率是多少？我想也只有80%。教官是这么说的，你怎么想？有信心，有信心。是。那接下来请就位，郭班长。主持人，您可以使用这个装备进行标记。谢谢，这是武警训练用的专用设备，我们经过允许，可以用它来随机选起5个目标点。我可以开始了吗？可以。嚯，漂亮！再低一点。1、2、3、4。对，他差一个点。兄弟，你让开点。没事，我看着呢，没事。李教官，你看这5个点，1，没问题。2、3、4、5。好的，那接下来我要回到350米外的狙击点，我们的工作人员将标记这随机选取的5个点。工作人员将蓝色的玻璃瓶放置在朱迅随机定的5个标记点上，每个瓶子上拴着一个红色的气球。当标志瓶被准确击碎后，气球会从幕布后飞起。今天太阳光、温度、角度还有风速，对射手的瞄准点和落弹点都有影响。在非常高的压力之下，还保持稳定的发挥，这一点是难度最大的。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狙击点上，郭班长已经就位。现在郭班长有30秒的观察时间，30秒计时开始。平时的训练的时候，其实时间没有说是这么少过，所以我还是挺紧张的。5、4、3、2、1，停，时间到。好，现在请把遮盖幕放下。蓝色的标志点消失在幕布之后，郭子睿必须全神贯注，凭借记忆击中目标。现在遮盖幕已经全部放下，挑战正式开始。现在郭班长很冷静，马上要开第1枪了。但是从我这个望远镜里看，现在风比较大，吹的这个遮盖幕在晃动，真看不出来我刚才定的那个位置在什么地方。加上一层布，然后再加上风的影响的话，会产生很大的偏差，导致我可能会偏离我的目标点很远。郭子睿必须透过抖动的遮盖幕，准确找到狙击点。他面前的对手是350米的距离，隐藏的目标和风中晃动的幕布。打中了，打中了，打中了！哇哦！
一枪打上之后，也算是一个开门红，其实也是对我心里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安慰，然后让我对下面4个目标的发挥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安慰作用。挑战第2发开始。作为一个狙击手，无论你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不能有任何的情绪波动。啊！看到了吗？第2发命中。3发3中。主持人子睿，到。你今天状态很好，前3发全部命中。下面我要释放一些烟雾弹，来增加实战氛围。他们这个教官太狠了。我的天哪！我的天！在遮盖幕上面又有一层烟雾，而且现在风还是挺大的，吹的这个遮盖幕上下拍打着，我已经完全忘了刚才我的随机选取的点在哪儿了。在我完成第3个目标之后，我的教官又给我加了一道烟雾弹的屏障。其实这个烟雾它的密度是很大的，而且它的颜色也比较深，相当于是又给我加了一层障碍。所以我在击发的时候要很细心、很专注的去找空隙，从而掌握最佳的击发时机。狙击步枪巨大的后阻力会让枪的位置发生偏移。郭子睿要用他分毫不差的技术、钢铁般的意志，透过层层遮拦，找到每一枪的击发点。打中了吗？打中了吗？我没看到气球啊。我希望把标准定为5中5，5中5。当我想第4枪的时候，其实一直在揪着，一直在揪着。第4枪没有打到。啊！打中了，打中了！他竟然穿过烟雾都打中了。这是什么气球啊？哇，这个气球不走寻常路。它怎么往下跑？从瞄准镜里看到气球从管下面露出来的时候，感觉就放了一大半心了。还有最后1发，是不是能够命中？4发4中，郭子睿打得坚决而又果断。根据计划，他必须尽可能快地完成挑战。因为30秒的时间记住5个点，瞬时记忆正在快速消退，他必须尽快击发最后这决定成败的一枪。前面几个气球啊都能正常飞起来，但是只有准确命中最后一个才算是成功。打最后一个目标的时候，它的风向它不是很稳定，而且风速它也是不稳定的。
再次掌声欢迎子睿入场。他们的教官太狠了，你们的教官平时就这样对你们吗？是挺严格的。所以你们在心里某一瞬间会不会挺恨他的？不敢。感同身受。对啊，我也不敢说。那确实是因为非常严格。我们小时候罚骂，最清楚的时候大概是08年的时候吧。那一天的计划是12个400米，最后一个大概差了教练0点几秒，差了1秒，然后他就让我继续游，然后我就跟教练对着干。他让我游，我就不游，就越游越慢，越游越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大概是游了25个400米，那个心里边游边骂。对，所以跟你一样，但是反过头来想，教官跟教练其实都是一样的，因为他都是希望我们可以成才，我们可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之前也去过部队，我觉得其实特别不容易，因为像你入伍的年纪，应该正好是花季少女的年纪，然后外面很多的女孩子都是，非常青春靓丽，然后打扮，然后穿着。那么在部队里，你都很少有机会能有这样的时间，或者给你这样的机会出去。那么你选择这个部队以后，中间有没有想退缩，或者有没有想后悔过？没有，而且我也不后悔。我觉得那些漂亮的衣服和自在的生活，我有机会去拥有，而且我曾经也拥有过。但是我身上这身迷彩绿，包括我手中的伙伴，却是他们触不可及的。入伍4年了，对吗？回家的次数多吗？不多，4年里我只回过1次家。上次休假的时候，看到爸爸妈妈老了很多，完全跟我入伍之前印象中的样子不太一样，心里还是挺难过的。其实我们队是允许爸爸妈妈来探望的，但是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辛苦的样子，而且我也舍不得让他们来回奔波。所以陪伴爸爸妈妈的时间也很有限啊。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吗？不后悔，因为我的爸爸妈妈曾经也是军人，所以他们非常理解军人背后的职责和使命。当然，我也会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并且吃再多的苦我也不怕。虽然说我身为一个女孩子，但我依然可以用我的力量保护好我的家人和我的祖国。每个在国外的华侨都怀念着祖国，祖国强，人民就强；祖国富，人民就富。所以你们在维护祖国跟人民付出很大的代价，我今天很感动，都是因为你们，我们感到骄傲。谢谢老师。用你年轻的肩膀扛起了国之平安的一份重任，所以对于你能否进入今天的荣誉殿堂，我的回答是能。谢谢老师。我想此刻这个奖牌只代表我们节目组的一份心意，但是对于军人来讲，真正的奖牌是祖国的平安。再次感谢你和你的战友，谢谢。挑战不可能节目同名书籍已经正式上线，拿出手机参与微信摇一摇，就有机会获得节目同名书籍折扣券。欢迎登录微博参与挑战不可能话题互动。感谢扎克新闻客户端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